这些年来，我观察到一个现象，你看那些烟酒不沾的男人，十有八九都有一个共同特质，这个特质关系到修身，关系到家庭，甚至关系到他这一生能走多远。但这个特质却不是世人想的那样简单。有人说烟酒不沾的男人有毅力，将来必成大器，也有人说这种人太过拘谨，近人情，难成大事。这两种说法哪一种对？我告诉各位，都对也都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同样是沾烟酒，背后的心境完全不同，结果自然天差地别。我年轻的时候常去台中一家老茶馆，那茶馆的老板姓林，50多岁，做生意很有一套。他这个茶馆不只是卖茶，更是地方上生意人聚会的地方。每天下午总有一群人在那里谈生意，话家常。林老板自己滴酒不沾，也不抽烟，但他的茶馆里烟酒俱全。有人问他，你自己不喝不抽，为什么还要卖这些？他笑着说，我不需要，代表别人不需要。我开茶馆是为了让大家舒服，不是为了显示我有多清高。这个林老板后来生意越做越大，止茶馆还开了好几家店，儿女也都很孝顺，家庭和乐。同一条街上还有另一个人姓陈，也是烟酒不沾。这个陈先生是个教书的，很有学问，但脾气古怪。他不止自己不沾烟酒，还看不起那些抽烟喝酒的人。每次看到有人在路边抽烟，他就要皱眉头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这些人不懂得爱惜身体，没有修养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如果客人想抽根烟，他就会板起脸说，我家里不允许抽烟。久而久之，亲戚朋友都不太愿意去他家。他的儿子后来跟他关系很僵，原因就是这个儿子偶尔会喝点酒，他就觉得儿子不成器，整天唠叨。最后这个陈先生晚年很孤独，儿子虽然尽了赡养的责任，但父子之间始终有一道墙。你看，同样是烟酒沾，一个家庭和乐，事业顺遂，一个晚年孤独，父子隔阂，这里面的差别在哪里？各位，烟酒沾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在于你为什么不沾，你的心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讲修身，礼记里面说，君子慎其独也。一个人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，还能够保持他的操守，这叫慎独。但是慎独不是说你要把自己关起来，不食人间烟火。慎独是说你心里要有一把尺，这把尺不是拿来量别人的，是拿来量自己。很多人把修身理解错了，以为修身就是要戒这个戒那个，要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，要显得自己比别人高尚。这种想法恰恰是最大的问题。你的心要光明，一个心地光明的人，他做什么都是对的。一个心地阴暗的人，他就算守再多的规矩也是错的。大学里面讲诚意正心，什么叫诚意？就是你的心要真诚，不要虚伪。什么叫正心？就是你的心要端正，不要邪恶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真心为了自己好，为了家人好，那就是诚意。如果只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，那就是虚伪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状态去做有意义的事，那就是正心。如果是为了显示自己比别人高尚，那就是邪念。各位，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为什么这样做。同样一件事，动机不同，性质就完全不同。比如说布施，你布施给穷人，如果是真心想帮助他们，那就是善行。如果你布施是为了让别人知道你很慈善，是为了沽名钓誉，
那这个布施就不是纯粹的善行，里面掺杂了私心。不沾烟酒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为了身体健康，为了有更清醒的头脑去工作，去照顾家人，那这就是善。如果你不沾烟酒，是为了显示自己有毅力，是为了跟别人不一样，是为了获得一种优越感，那这里面就有私心了，就不是纯粹的善了。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什么叫积善？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好事，而是说你的心是善的，你做事的动机是善的。如果你的心是善的，你自然而然就会做好事，这叫积善。如果你的心不善，你就算做再多的好事，也积累不了真正的善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概念，叫功德和福报。很多人分不清这两个概念。福报是什么？福报是你做了善事以后得到的回报。比如说你捐钱给寺庙，你得到了平安健康，这就是福报。但功德不一样，功德是你内在的修为，是你心性的提升。福报是可以享尽的，你这辈子福报大，可能下辈子就没有了，但功德是带得走的。你这辈子修的功德，生生世世都跟着你。不沾烟酒，如果只是为了让身体好一点，让生活顺利一点，那你得到的是福报。但如果你通过不沾烟酒，修炼了你的意志力，提升了你的心性，让你变成一个更有定力、更有智慧的人，那你得到的就是功德。福报和功德哪个更重要？当然是功德更重要。现在我们来谈谈家庭关系。一个家庭要和谐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。你有你的原则，家人有家人的习惯，大家要互相尊重。你不沾烟酒可以，但你不能要求你太太也不沾，不能要求你儿子也不沾。你可以用你的行为去影响他们，可以用你的道理去劝说他们，但你不能强迫他们。很多家庭的矛盾就是因为有一方太过强势，总想要改变另一方。做父亲的总想要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做丈夫的总想要把太太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这种想法是最容易破坏家庭和谐的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可以给建议，但你不能强加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有个父亲自己不沾烟酒，也不准儿子沾。儿子小的时候还好，长大以后在外面工作，难免会有应酬，会喝一点酒。有一次儿子回家，身上有点酒气，父亲就大发雷霆，说儿子不成器，说儿子让他失望。儿子本来只是偶尔喝一点，被父亲这么一骂，反而产生了逆反心理，后来喝得更多了。这个父亲到处跟人说，现在的年轻人听话，懂得自律，但他从来没有反省过，是不是自己的方式对？各位，这就是我说的，太过刚硬的人，往往会把事情搞砸。你的原则是对的，但你的方式不对，结果就会适得其反。真正有智慧的父亲，他会怎么做？他会跟儿子说，喝酒可以，但要适度，不要伤身，不要影响工作。他会用关心的态度，而不是用指责的态度，这样儿子才会听得进去，父子关系才能和谐。再说夫妻关系，有个丈夫自己不沾烟酒，太太偶尔会喝点红酒，这个丈夫就看不惯，总是唠叨说女人喝酒不好，说会影响健康。太太一开始还会解释说只是喝一点点，没关系的，但时间长了，太太也烦了，就开始跟丈夫吵架。本来
很小的一件事，最后变成了夫妻矛盾的导火索。各位想想看，这个丈夫错在哪里？他错在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太太，错在不懂得尊重太太的选择。如果他真的关心太太的健康，他可以用更温和的方式，比如说给太太讲喝酒的危害，或者建议太太少喝一点。但他不能用命令的口吻，不能让太太觉得自己被管制。家庭不是军队，不需要那么多规矩。家庭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。如果你把家变成了一个充满规矩、充满管制的地方，那这个家就不温暖了，家人就不想回家了。儒家讲和而不同，这是很高的境界。什么叫和而不同？就是大家可以不一样，但大家还是和谐。你不沾烟酒，我偶尔喝一点，这是不同，但我们还是可以和谐相处，可以互相尊重，这就是和。很多人只知道同，不知道和。他们以为和谐就是大家都一样，都按照同一个标准来，这种想法是错的。真正的和谐恰恰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。你看大自然，春夏秋冬各有不同，但他们和谐运转，生生不息。你看一个乐队，有弹琴的，有吹笛的，有打鼓的，各种乐器都不一样，但他们配合在一起，就成了美妙的音乐。这就是和而不同。如果所有乐器都发出同一个音，那还叫音乐吗？那叫噪音。家庭也是一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，自己的习惯，这是正常的。只要大家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，就能和谐。如果你非要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，那这个家就没有生气了，就变成潭死水了。现在我们来谈谈社会关系。在社会上，我们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，有的人抽烟喝酒，有的人不沾，这都很正常。关键是你要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，不要把自己的标准当成唯一的标准。我见过一些人，他们因为自己不沾烟酒，就看不起那些沾烟酒的人，觉得那些人没有修养，没有自制力。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。一个人有没有修养，不是看他沾不沾烟酒，而是看他待人接物的态度，看他做事的方式，看他心地是否善良。有的人虽然喝酒，但他心地善良，乐于助人，对朋友讲义气，对家人有责任心。有的人虽然不沾烟酒，但他心胸狭窄，自私自利，对人冷漠。你说这两种人哪一种更有修养？当然是前者。所以说判断一个人不能只看表面，要看他的内在。易经里面有一个卦叫观卦，观就是观察，要你用心去观察事物的本质，不要只看表面。很多人看事情只看到表面，看不到本质，所以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。你看到一个人不沾烟酒，你就觉得他有修养，这是看表面。你要深入去了解，看他为什么不沾，看他对待别人的态度，看他做事的方式，这才是看本质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现象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，就是喜欢给人贴标签。你不沾烟酒，就给你贴一个自律的标签，你偶尔喝点酒，就给你贴一个不自律标签。这种做法是很肤浅，也是很不公平的。一个人自不自律，不是看他沾不沾烟酒，而是看他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能不能坚持做对的事情。有的人不沾烟酒，但他在其他方面完全不自律，比如说饮食无度，作息混乱，做事3分钟热度，这样的能叫自律吗？不能。有的人偶尔会喝点酒，但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在生活上井井有条，对家人负责任。这样的人难道不自律吗？当然自律。所以说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判断一个人。人是复杂的，
不能简单的贴标签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我们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别人，这才是公平的，这才是有智慧的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谈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叫中庸。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，但很多人都理解错了。很多人以为中庸就是折中，就是和稀泥，什么都不坚持。其实不是的。中庸是什么？中庸是恰到好处，是不偏不倚，是该坚持的时候坚持，该变通的时候变通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是因为身体原因，因为工作需要，那你坚持不沾，这是对的，这是中庸。但如果有一天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合，不喝一杯酒就会得罪人，就会影响大局，那你喝一杯，这也是中庸，因为你懂得变通，懂得权衡轻重。反过来，如果你把沾烟酒当成一个绝对的原则，不管什么情况都不变通，那你就走极端了，就不是中庸了。走极端的人往往会吃亏，因为他们太刚硬了，不懂得适应环境，不懂得权衡利弊。孔子说，过犹不及，做任何事情过头了和不够都不好，要恰到好处才好。你太过克制自己，跟你太过放纵自己都不好。真正好的状态是你有节制但不压抑，你能享受生活但不沉溺其中，你有原则但不僵化，这才是最好的状态。我再跟各位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书法家字写得非常好，有人问他，你怎么能把字写得这么好？他说，写字要讲究力度，太用力了，笔画就僵硬；不用力呢，笔画就软弱无力，要恰到好处，该重的地方重，该轻的地方轻，这样写出来的字才有神韵。这个道理用在人身上也是一样的，你待人接物也要讲究力度，太过强硬了，别人受不了；太过软弱了，别人又不尊重你。要恰到好处，该坚持原则的时候坚持，该灵活变通的时候变通，这样别人才会既尊重你，又愿意跟你相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修行的最高境界。修行的最高境界是什么？不是你戒了多少东西，不是你守了多少规矩，而是你达到了一种自在的状态。什么叫自在？就是你的心不被任何东西束缚，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你想做的都是对的，都是符合天道的。这种境界很高，一般人很难达到，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。怎么努力？就是要不断的修炼自己的心性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智慧。当你的智慧足够高的时候，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不需要别人告诉你，也不需要规矩来约束你。佛家有句话叫戒定慧，戒是第一步，是让你先把不好的习惯戒掉；定是第二步，是让你的心能够定下来，不被外物所扰；慧是第三步，是让你开智慧，明白事物的本质。当你有了智慧，你就不需要戒了，因为你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比如说，一个刚学佛的人，可能需要守很多戒律，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但一个真正开悟的人，他不需要守那么多戒律，因为他的心已经清净了，他自然就不会做错事。这就是境界的差别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现在还需要靠戒律来约束自己，靠规矩来提醒自己，那没关系，这说明你还在修行的路上。但你要知道，戒律和规矩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你的目的是要达到那种自在的状态，是要开智慧，是要明白事物的本质。现在我要跟各位说，不管你现在处在哪个阶段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向善的心。什么叫向善的心？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想着对别人有没有好处，对社会有没有好处。
而不是只想着自己。你不沾烟酒，如果你想的是我要保持健康，这样我才能更好的照顾家人，更好的为社会做贡献，那你这颗心就是向善。如果你想的是我要比别人高尚，我要让别人羡慕我，那你这颗心就不是纯粹向善，里面有私心。向善的心是一切修行的基础，没有这颗心，你做再多的修行也是白费。有了这颗心，你做什么都是修行。吃饭是修行，睡觉是修行，工作是修行，跟人相处也是修行。我再跟各位讲最后一个故事。有一位老和尚在山上修行了几十年，有一天有个年轻人上山来拜访他，问他：师父，您修行这么多年，有什么心得？老和尚说：我只有一个心得，就是让别人欢喜。年轻人很惊讶，说：这么简单？老和尚说：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你要让别人欢喜，首先你自己要欢喜，你自己都不欢喜，怎么能让别人欢喜？你要让别人欢喜，你就要时时刻刻想着别人，不是想着自己。你做到了吗？年轻人惭愧地摇摇头。各位，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但道理很深。真正的修行不是要你离开人群，跑到山上去。真正的修行是在人群中，是在日常生活中。你能不能让你的家人因为有你而感到幸福？你能不能让你的朋友因为认识你而感到快乐？你能不能让你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温暖？如果你能做到这些，那你就是真正在修行。烟酒沾也好，偶尔喝一杯也好，这都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你的心，是你对待生命的态度，是你对待别人的方式。如果你的心是善的，是光明的，那你做什么都是对的。如果你的心是自私的，是狭隘的，那你就算守再多的规矩也没有意义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，你坚持的那些原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是真的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，还是为了获得一种优越感？你对别人的要求是出于真心的关爱，还是出于一种控制欲？你的生活方式是让身边的人感到舒服，还是让他们感到压抑？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，不要等到晚年的时候才后悔，才发现自己坚持了一辈子的东西其实是错的。人生很短，不要浪费在那些无意义的执念上，要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放在修炼自己的心性上，放在善待身边的人上，放在为社会做有意义的贡献上。易经告诉我们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自强不息不是说你要把自己逼得很紧，不是说你要守很多规矩。自强不息是说你要不断的提升自己，不断的完善自己。但这个提升和完善是自然而然，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强迫的，不是做作的。第四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。厚德载物是什么？是你的心要宽广，要能够包容不同的人，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生活方式。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沾烟酒，就看不起那些沾烟酒的人。你也不能因为别人沾烟酒，就觉得他们没有修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。你能做的就是做好你自己，然后用你的行为去影响别人，而不是用你的嘴去指责别人。最后我想告诉各位，修行这条路很长，但也很简单。说它长，是因为它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实践；说它简单，是因为它的核心就是颗善心，颗真诚的心。只要你有这颗心，你就在修行的路上。
不要在意外在的形式，不要执着于那些规矩，要看重的是你内心的成长，是你对生命的理解，是你对众生的慈悲。烟酒不沾的男人，十有八九都是心中有大志，或心中有大志。有大志的人往往能成大器，因为他们懂得取舍，懂得权衡，懂得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保持灵活。有大志的人往往会走入困境，因为他们太刚硬了，不懂得变通，懂得圆融。各位要做哪一种人，全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。但愿你我都能够成为那种心中有大志的人，既有原则又有弹性，既能坚守自己又能包容别人，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圆满，我们的修行才有意义。